妈妈，我的好妈妈，走开点，这么热的天，不要离我这么近，我就要挨着妈妈。哎呀，说你不听，摔了吧。瑞宝和爱宝的清晨简直不要太有爱。瑞宝在妈妈身边折腾来折腾去，爱宝始终都没有生气，任凭瑞宝对着自己折腾。相比瑞宝的折腾，爱宝只是感觉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热到没有力气揍熊孩子，而瑞宝这里始终都不消停。妈妈，你看我，妈妈，你快看我，看我是不是比之前更厉害了？妈妈，快看我倒立！妈妈，看我，快点！今天爱宝的情绪很是稳定，瑞宝在自己身边折腾的没完没了的，爱宝始终都没有发脾气，完全就如江爷爷所说的那样，爱宝是自己见过最称职的熊猫妈妈。都说爱宝的二胎是照猪养，实际上爱宝对于福宝、瑞宝、辉宝都是一样的，当年给福宝的宠溺，现在对瑞宝、辉宝同样的一点也没少。姐妹俩吃完爷爷的盆盆奶没吃饱，回到家就往爱宝怀里钻，不管爱宝此时是在睡觉还是在吃饭，而爱宝也没有嫌他们烦，任凭姐妹俩在怀里折腾。而在照顾姐妹俩时更是小心翼翼。江爷爷曾在节目中讲到，在瑞宝和辉宝小时候，因为饲养员们经常需要给姐妹俩做检查，而很多大熊猫妈妈在叼着孩子行走或者用手抓着孩子时经常会将其弄伤，但是爱宝从来没有过。 자, 우리 아이바오는 정말 육아가 아주 뛰어난 친구예요. 이렇게 쌍둥이를 키우는 경우나 아니면 건강검진을 위해서 검사를 할 때 엄마에게서 아기가 와서 보면 잔 상처들이 많이 생긴다고 해요. 그런데 아이바오는 지금까지 애기에게 상처를 입힌 적이 하나도 없습니다. 爱宝照顾姐妹俩时，这细腻的动作以及陪其不厌其烦的玩耍和陪伴，就是对瑞宝、辉宝爱的体现，更没有一胎与二胎的区别对待。瑞宝正在窗前和姨姨们打招呼，瑞宝这宠粉的样子简直要给姨姨们可爱晕了，瑞宝这距离都要和姨姨脸贴脸了。或许瑞宝是在好奇姨姨们手里的大炮，心想姨姨们怎么每人都有一个大炮，而且大炮都在对着自己。瑞宝去到妈妈身边求安慰，爱宝安慰着瑞宝，表示姨姨们举着大炮是喜欢我们的意思。爱宝俯下身示意让瑞宝努力自己爬上来，瑞宝努力做着尝试，让妈妈走开一点，表示挡着自己了。爱宝离开，让瑞宝在这里折腾。姨姨一回头的功夫，瑞宝真的爬了上去。而此时室外又下起了雪，这也是瑞宝和辉宝来室内园区后的第一场雪。而此时隔壁的乐宝正在窗前拆家，而宋爷爷则在场外劝乐宝听话。乐宝看奶爸在场，打算给奶爸表演点节目。乐宝叼着一根竹子来到了小亭子上，看着眼前被竹子包裹的小树跃跃欲试，下一秒乐宝一个大跨步便跃了过来。乐宝抓着竹竿爬了上去，然后坐在了小树的树杈中，欣赏起了雪后的园区。而今天的雪也让福宝的园区再次变成了雪原，福宝走在雪地上，帅气逼熊，男熊女熊通吃的节奏。除此之外，今天爷爷们给福宝的园区重新铺了新的草皮，这下是不是感觉福宝的园区一下从黄土高坡又变回了树林？只不过不知道这新的草皮能够坚持多久。乐宝正在雪天里沐浴，躺在奶爸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小躺椅上，摇摆着身姿，仰面享受着白雪飘洒在自己身上的感觉。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冬日里的意境，让观看的姨姨们时隔多年后依旧能想起曾经有一只大熊猫喜欢在雪天洗澡。而乐宝始终都是一只活泼开朗的大熊猫，对于雪地更是玩不够。姨姨们说那是因为乐宝没有带孩子的顾虑，如果乐宝负责带孩子，那爱宝肯定也会很轻松，每天玩得很开心。想来确实如此。而此时爱宝这儿正在和两只熊猫宝宝享受着室内园区的温暖，看上去很是温馨。爱宝正在小木床上吃竹子，而瑞宝此时正在小滑梯上。瑞宝这习惯和福宝小时候一样，出门后都喜欢待在小滑梯上玩耍，显然小滑梯似乎已是瑞宝的地盘。而辉宝则每天不知道都在忙什么，总是看起来很忙。辉宝挤在妈妈身后爬来爬去，而瑞宝就坐在小滑梯上给自己挠痒。辉宝经过几番折腾，爬到了姐姐的滑梯平台上。瑞宝被妹妹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回头看去，发现是妹妹后便放下心来。看来大熊猫的胆子都是一样的小，而姐妹俩凑在一起就会发现她们长得还是很不一样的。辉宝的脸又白又宽，看上去就很文静淑女，而瑞宝就和福宝小时候一样，虽然小时候看上去脏兮兮的，等长大了也会和福宝姐姐一样是只大美熊。一会儿爷爷来到园区接爱宝和姐妹俩下班之后，爷爷给园区重新打扫干净。福宝来到室内园区，先是到小亭子上
吃了会儿竹子，爷爷给园区更换过草皮后，福宝这坐在小亭子上吃竹子的样子也被衬托得更有感觉了，仿佛坐在了树林中的草地上一般，很是治愈。独木桥对现在的爱宝来说些许有些窄了，好在爷爷给独木桥安装到了下面，如果此时独木桥在小树上，爱宝就没有中间掉头的体验感了。而此时瑞宝、辉宝和爱宝便产生了鲜明对比，他们现在还没有独木桥粗，谁能想到刚出生只有小老鼠大小的熊猫能长到后来的几百斤。一会儿将爷爷见瑞宝和辉宝玩得可爱，便来到园区拿出手机为其进行拍摄。虽然爷爷每天都和瑞宝、辉宝待在一起，但对于爷爷来说，瑞宝和辉宝现在每一个新行为和表现，爷爷也都和姨姨们一样，对其都有着同等的吸引力。爷爷拿着手机记录着瑞宝和辉宝每一个动作，绝不让自己的画面里漏下他们的一个细节。直到一会儿将爷爷手机提示电量不足时才回去，将爷爷表示刚才自己该充满电再出来的。中午瑞宝和辉宝的下班时间到了，爱宝领着姐妹俩往家走，而此时在室外园区玩耍的福宝也该收拾回室内了。昨天的雪覆盖了福宝的整个园区，从外面看上去，福宝像是生活在雪原上一样。而隔壁的乐宝正坐在下满雪的小亭子上吃竹子。不管什么时候来看乐宝，乐宝都是一种正在享受熊生的姿态。乐宝主打的就是一个心态。等依依再一次排队回来时，福宝正趴在树杈中睡觉，而隔壁的乐宝也正在睡梦中。此时是专属于父女俩的睡觉时间。宋爷爷正在和瑞宝说悄悄话，辉宝看到后表示自己也要听。原来大熊猫幼崽也有爱八卦的心。辉宝凑上前让爷爷声音大点，表示自己也想听。辉宝将爷爷捂在瑞宝头上的手推开，表示不能再和姐姐说了，要说和自己说。辉宝这吃醋的样子简直不要太可爱。宋爷爷先给熟睡中的瑞宝抱起，然后接着又给辉宝抱起，姐妹俩越来越沉，宋爷爷都得咬着牙用力了。而今天姨姨再来看瑞宝和辉宝时，带娃的任务则交给了爱宝来完成。爱宝早上吃过竹子后便来和姐妹俩玩耍，今天爱宝宠幸的是瑞宝，爱宝将瑞宝抱在怀里，给其一顿爱的贴贴，尽显母慈子孝的画面。瑞宝躺在爱宝肚子上的样子，像是躺在了一个大床垫上，看上去很是柔软。一会儿通道门打开了，爱宝直接叼着瑞宝走回家。就在爱宝将要走到通道门时，爷爷给门关上了。爷爷表示让爱宝自己回去休息，瑞宝还需要在室内继续营业。爱宝秒懂奶爸的意思，爱宝将瑞宝放下，自己回了家。而瑞宝没有被妈妈拖回家，也很是开心，屁颠屁颠的重新跑回园区。一会儿依依再次排队回来时，瑞宝来到了小滑梯上玩耍。瑞宝用自己的小脚给自己挠着痒，挠痒时瑞宝的小尾巴还跟着挠痒的频率一晃一晃的，看上去秋秋弹弹的，很是可爱。一会儿宋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宋爷爷扛着竹子，瑞宝在爷爷屁股后面不断的追逐，像是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最后瑞宝发现根本追不上爷爷，于是停在了坡前，目送爷爷离开。